我俩紧张地跳了起来。虽然乐曲响了一下便没再响了，好像是从正门方向传来的。我们跑过去一看，张九龄和李麻子站在一起。李麻子提个大袋子，手里拿着一个工艺埙。刚才那一声是他吹的。原来李麻子去买了一些材料，囧哥怕他不认路，出去迎了他一下。李麻子笑笑，不好意思有没有吓到你们呢？我就试试这玩意儿能不能吹响。黄小桃扬起眉毛骂道，李麻子你找死啊，他楼上埋伏了大批狙击手，差点一枪把你狙了知道不？李麻子吓得脸都青了。黄小桃是唬他的，特警还没来呢。张九龄买了一堆稀奇古怪的材料，他说待会儿要在大院里布个阵，这一次绝对不放凶手跑掉，还叮嘱我们说不到关键时刻千万别狙击凶手。说完，和李麻子着手开始布置。他们摆了一个我看不懂的阵法，还在四周放了许多埙。然后张九龄扔给我一个袋子，命令说，你把这个换上。我拿出来一看，竟然是一件宋朝的紫色官服，我立马就拒绝了。你在开玩笑吗？我又不是古装爱好者。张九龄正色说，你看我像在开玩笑的样子吗？我的意思是叫你扮成提刑官宋慈，把断肠埙里的阴灵勾引出来，就等于釜底抽薪，一物的力量会大打折扣的。我嫌丢人，这里有不少警察跟我都挺熟的，以后肯定拿这事儿来取笑我呀。我问他，非得这样吗？这是最稳妥的办法，你要是不愿意配合，降服断肠埙就没指望了。黄小桃问，那宋阳有生命危险吗？张九龄非常确定地说，换成别人我不敢打包票，但他绝对不会。他身上的阳气非同一般，又继承了宋慈的血脉，自带一股凛然正气，普通邪祟是碰都不敢碰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还是个纯正的处男。我脸上一红，有种想骂人的冲动。黄小桃捂着嘴笑道，宋阳你就配合一下吧，我也想看看你穿古装的样子。我说，不许笑我啊。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换上。古装穿起来比较繁琐，颇费一些功夫，从头到脚都是乌纱帽、官袍、皂靴。宋朝的官服比较朴素，还没有补服制度，就是衣服中间的麒麟、蟒、仙鹤等图案，而是以颜色来区分官阶。这身官袍是紫色的，宋慈一生最高的官阶是正二品刑部左侍郎，这个细节还算真实，就是缺少一些小饰品，譬如佩玉带。我穿戴完毕走出来，黄小桃惊叹地说，哇，好帅气啊！我羞臊地说，不要取笑我。黄小桃碰了碰我帽子上的翅膀，这个小翅膀真好玩。我板着脸喝道，大胆刁民！黄小桃咯咯地笑起来，演得还挺像的呀。有机会的话呢，咱们俩就客串古装剧吧。张九龄开玩笑说，我媳妇是影视公司的，你们要是想跑个龙套，我给你们找个机会。黄小桃问我帽子上的小翅膀是干嘛的，是不是官阶的象征啊？反正张九龄还在准备，就跟他科普了一下。据说当年赵匡胤当皇帝之后，手下文武百官都是以前一起打江山的兄弟，随便惯了，在朝堂上交头接耳，特别没有礼貌。赵匡胤很生气，但又不好发作，于是在官帽上加了一对小翅膀，谁扭头就能一清二楚地看见，于是再没有人敢在朝堂上交头接耳了。黄小桃称赞说，你懂得还真多呀。不一会儿，特警队赶到了，黄小桃部署了一下，他们就到周围制高点去埋伏去了。张九龄打了个响指，叫我在院子里站定，面朝正门，正门敞开，等着恭迎客人，其他人都不要露脸。我不放心地说，这里人这么多，他真会来吗？张九龄解释说，
我在周围放了遮阳符，他感觉不到活人气息的。那我该说点什么呢？自由发挥，随机应变。王元朝把灯熄了，众人各就各位。我孤零零地站在院子中间，站了半个小时，腿都快麻了。这时候周围突然起了一阵阴风，我顿时警觉起来。塔楼上的狙击手纷纷拉开枪栓，严阵以待。我紧张地盯着门口，大气都不敢出一声。时间一分一秒流逝，突然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我被迷了一下眼，下意识用手遮挡了一下。当我把手拿开，看见面前站着一个身穿囚服的古代人，他身上沾了许多血，枯瘦如柴，表情狰狞。那人咬牙切齿地说：宋慈，果然是你，我裘二找了你好辛苦，今天我定要让你血债血偿。裘二，我一阵错愕，猛然想起段誉神篇上提过他的名字，此人是宋慈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凶残的对手，也是宋慈一生的劲敌。难道说那个被制成熏的骷髅头就是他的？我严肃地喝道：大胆裘二，当年我将你治罪，你竟然阴魂不散，又继续祸害人间。裘二狂笑道：老子已经是鬼王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千年夙愿该了了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说罢，他的皮肤突然溃烂，全身是血的扑向我，我吓得后退一步。张九龄喊道：不要动！一道墨绿色光芒飞来，是张九龄的斩鬼神双刀。裘二被逼得后退一步，张九龄凌空一跃，抓住刀。裘二的指甲突然变得又长又锋利，同张九龄厮斗起来。两人你来我往，我错愕地看着这一幕。这个人竟然在跟鬼打架，世上还有这种离奇的事情吗？我环顾周围，塔楼上的狙击手看呆了，谁也不敢开枪。两人不知斗了多久，突然裘二的身影一缩变小了，他变成一个手里捧着断魂熏的少年，把熏放在嘴边吹了起来。这时大阵周围的熏一起呜呜地响起来，一阵音爆从断魂熏里传出来，震得所有人站立不稳。但是这一次力量却没有那么恐怖，似乎这个阵把他约束住了。可是站在阵里面的张九龄却被震得摇摇晃晃，大口吐出鲜血。我担心他的安危，大声喊道：开枪！张九龄满嘴是血地喊道：别开枪！不开枪！张九龄顶回来：不许开枪！往周围一看，狙击手们全被震晕了，谁也开不了枪。这时候一声清脆的枪响震碎夜空，扭头一看，王元朝站在那里，手里狙击步枪正在冒烟。少年摇晃了一下，慢慢倒地，段长勋也掉在地上，一切归于平静。我和张九龄几乎同时冲过去，张九龄咬破手指，把血滴在段长勋上。我检查了一下少年脉搏，他并没有死，只是暂时昏迷了。王元超这一枪只打穿了他的右肩。少年正是我们要找的龙不悔。我冲黄小桃说：赶紧叫救护车。话刚说落，就被张九龄一把拽住衣服：刚才谁叫你瞎指挥的？我怕你出事了。张九龄无奈叹息了一声，松开我说：多谢你的好意。至此，段长勋总算被搞定了。我和正副局长说明了一下，颇费了一番唇舌，他才同意段长勋由张九龄带走。我一身疲惫，准备把官服脱了。黄小涛突然拽住我的胳膊，打开手机说：来，笑一个。我们俩来了个自拍。黄小涛说这个照片要珍藏，后来打开相册才发现，我的脸竟然拍模糊了，上面隐约出现一张中年男人的脸，和我长得有点像。
很久很久以后，我才知道，那张中年男人的脸正是我的祖先提刑官宋慈。龙不悔被送到医院抢救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张九林动身回去，我和黄小桃送了他一程。在火车站分别的时候，他就有机会去武汉找他玩。我很想跟黄小桃约个会，可惜现实不允许，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，几位警官以及遇害警察的追悼会，还有结案报告。卷宗里面没有提到张九林，主要是这些事情太过匪夷所思，我得尽量把它合理化、科学化。过了3天，黄小桃告诉我，龙不悔醒了，但身体还是很虚弱，审讯只能在医院进行。我们俩赶到医院，看见龙不悔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在发呆。黄小桃对负责看守的警察递了个眼色，他们出去了。我们俩把门关上，端了一把椅子坐到龙不悔的面前。我说，谈谈吧，你怎么得到段长勋的？为什么要谋杀警察？龙不悔沉默了几秒，才开口说，我会和我哥一样吗？不会，你杀了这么多人，绝对是死刑。龙不悔冷笑了一声，哼，谁能证明我杀人了？我只不过吹了几次乐器，然后就有人自杀了。谁能证明他们的死与我有关？我心想，真是自作聪明啊。其实来此之前，司法部门和公安机关研究了一整晚，此案要以什么罪名提起公诉，最后达成一致意见，以蓄意谋杀罪名起诉龙不悔。段长勋仅仅是一件工具，和一把刀一支枪没有区别。龙不悔是行为人，他理应负起法律责任。我说，法律的灵活性比你想象的要大呀，你逃脱不了法律制裁的。就算你觉得吹奏乐器不算杀人，那我会拿着这件乐器到你面前吹奏。龙不悔激动起来，这证明他还是怕死的。他挣扎的时候差点把输液架弄倒，我们俩好不容易才稳住他。他说，你是警察，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？不好意思，其实我不是警察，只是一名刑事顾问。他的神情缓和下来。那你跑来问话干嘛？我淡淡的说，我只是想了解你，一个前途大好的少年是怎么堕落成杀人狂的。龙不悔冷笑说，前途大好？从你们陷害我哥哥开始，我的人生就已经毁了。他终于放下心防，开始诉说自己的经历。他8岁那年，与他相依为命的哥哥被抓了起来，从此之后，他就一直背负着罪犯家属的恶名，处处遭受冷眼歧视和欺凌。周围的一切人，无论是同学还是老师，都是有意无意的同他划清界限。仅仅是歧视也就罢了，他的人生处处受阻，升学找工作比别人艰辛10000倍。他明明以优异的成绩考到重点高中，可是校方调查他的档案发现他有一个坐牢的哥哥，便拒绝了他。他只能在最差的学校上学，找工作的时候所有单位都不肯要他只能挑最低贱的工作。他从小就低人一等，再怎么努力都打不破身上的诅咒，但是他很爱自己的哥哥，很崇拜他的哥哥，所以一点也不怨恨他。他认为这一切都是那帮警察造成的，他们嫉妒哥哥的才干，所以才陷害他，间接地毁了自己的人生。从那时起，他就打算复仇，一直在关注这几名警官的动向，看见他们升职立功，心中便充满怨恨。可是弱小的他要怎么跟整个公安机关抗衡呢？直到后来有一个神秘人找到他，把一件东西交给他。神秘人告诉他，他哥哥已经死在牢里，那帮警察怕他哥哥出来之后说出真相，才设计陷害的。这番话更加令他怒火中烧。
神秘人说，这个埙可以帮助他复仇，只要吹响一支旋律，就会让那些警察得到应有的报应。无助的人总是会相信不可能的事情，所以他接受这个事实，在哥哥刑期满了之后，展开了他的复仇计划。随着他不断杀死警察，内心的复仇之火渐渐燃烧，复仇反噬他，令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。他用自己的意志和药物强行支撑着。他越是使用断肠熏，就越能感受到寄居在上面的哥哥的声音，这种感觉令他无比的满足。只可惜功亏一篑，最终他还是栽在了我们手上。等他说完，黄小桃叹息说，其实没有什么阴谋论，你哥哥当年一时冲动杀了人，没人陷害他，也没人要置他于死地。龙不悔激动起来，你说谎，分明是你们警察害死他的，我哥哥那么优秀，打死坏人难道有错吗？黄小桃还想说些什么，我拦住他，微微摇头，算了。出来之后，黄小桃说，他的复仇动机完全就是被人煽动起来的，但他愿意相信。要知道，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。龙不悔从小饱受歧视，内心不可能不扭曲。说到底，他只是一连串仇恨的链条造就出来的。当年的黑道老大报复警察，杀了龙邦国心爱的女孩，龙邦国被仇恨蒙蔽双眼，枪杀黑道老大，他的入狱又使龙不悔一生坎坷，然后就有今天这些警察的死，他们的家属又将背负伤痛，也许又会滋生出新的仇恨来。这一切就像蝴蝶效应一样，在我们没有警觉到的地方发挥着作用，等它演变成一场飓风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。也许在某个时刻，我自己也埋下过仇恨的种子，只是身在其中，没人能够看清一切。命运捉弄着每一个人，而选择打击犯罪这条路，无疑是站在仇恨的风口浪尖上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粉身碎骨，万劫不复。但能够支撑我们的这条危险道路上走下去的，只有一句话，那就是洗冤尽报，无怨无悔。1个月后，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理，犯罪嫌疑人龙不悔犯故意伤害罪、袭警罪、妨害公共秩序罪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依法判处死刑，驳回上诉，立即执行。段长勋的案子结束之后，为了履行之前答应孙冰心的话，去他家做了一堂课。孙老虎已经从省里回来了，看起来一副很疲惫的样子。他这趟是去省里研究应对那个神秘组织的对策。我光顾着跟孙冰心玩游戏机，也没跟他说上话。吃完饭之后，孙老虎把我叫到阳台，语重心长地说，大侄子，我以为他要对我说什么重要情报呢，结果一开口就是你看你跟我宝贝女儿最近处得不错呀，其实平心而论吧，把她交给你我是很放心的，可有句话我作为长辈还是得叮嘱你，我呢不是什么封建保守的家长，知道女儿大了不中留，有些事情是水到渠成的，但作为男生一定得有一定的保护意识，堕过一次胎，身体一辈子都受影响啊。我差点吐血了，搞了半天就是说这个呀。我明确地说，孙叔叔，我跟冰心是纯粹的特别好的朋友而已，没发展到那一步。再说我转念一想，跟黄小桃的关系属于我的个人隐私，没必要说出来。孙老虎一脸惊讶地说，我误会了吗？不过我看你们俩两小无猜，将来若能在一起，我心里也是很欣慰的。作为父亲的，就是怕女儿将来被来路不明的小子拐跑。
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些跟小流氓私奔的女孩，心想这事儿要是发生在我家，我非得把肺气炸不可。我一脸汗颜地敷衍几句，问起正事。可一说起正事，孙老虎就打起哈哈，顾左右而言他。估计涉及到国家级机密，我也就不再追问了。这段时间就属王大力的变化最大，他顺利考到驾照，开上警队配发的那辆所有权归我、使用权归他的奔驰轿车。第一天出去试车的时候，王大力一身休闲款式的西装，我打趣地说：“哼，不知不觉就活成自己过去最讨厌的人了。现在说你是个富二代，也有人相信呢。”王大力叫道：“怎么能用富二代这个称号来侮辱我呢？咱哥俩是要做白手起家的富一代。哎，对了，你创业那事儿有眉目了吗？”王大力摆摆手说：“等会再说啊，我刚学会开车还不太利索，你别跟我说话，害我分心。”我们俩在学校附近兜了一圈。中午王大力找了个饭店请我吃饭，点了一桌子好菜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我开门见山地问：“你小子是不是有求于我呀？”王大力双掌一合：“啥事儿瞒不过你的眼睛啊？局长，那个杨子，怎么说呢？”我打断他的话头：“别吞吞吐吐的，有话直说。”王大力不好意思地开口了：“我现在需要一笔启动资金，你能借我点钱吗？”绕了半天，原来是这个事情啊！我问道：“多少啊？”“多多益善。”我账户上有100多万，可能在富二代眼里不算钱，可对我来说却是全部积蓄。我没想太多，直接说：“100万够不够啊？”王大力兴奋地叫道：“够了够了，绰绰有余啊！”我当即就转了账。王大力信誓旦旦保证一定会还给我的。我知道创业艰难，不想给他太多压力，便说：“不用还了，就当是我入股吧。不管你创业成还是败，我都占着100万的股份，可以吗？”王大力使劲点头：“行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我又提醒说：“可是有言在先啊，别瞎鸡巴话。这笔钱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你叫我再掏100万是没有了。”王大力拍胸脯保证：“没问题，我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。”结果一扭头，叫来服务员，让加2个最贵的菜，我差点吐血了。王大力继续热火朝天地创他的业，具体什么内容也不透露给我，我全当作没有这事儿。最坏的结果无非是创业失败，那我就老老实实上班去。转眼到了5月份，校园里的同学都换上清凉的夏装，距离我们毕业也只剩下最后1个月了。隔三差五大家就出来聚一聚，就着廉价的青椒土豆丝和回锅肉，喝着啤酒，畅想未来，豪情万丈。喝醉之后抱头痛哭，缅怀即将逝去的青春。班上男生们3天一小聚，5天一大聚，结果乐极生悲，我们宿舍老大有一次喝多了，胃出血住院了。不过没几天，老大就康复出院，然后我们打着庆祝老大康复的名义，又跑到外面的廉价川菜馆子腐败了一回。吃喝2个多小时，老大和老二醉倒了，王大力也是有些微醉。我们俩一人扶着一个往回走。夜幕降临，校园里有些穿着连衣裙的低年级女生一路走一路说笑。王大力老气横秋地感慨说：“哎呀，年轻真好啊！看着这些靓丽青春的小女生，不禁勾起我年轻时候的回忆。哎呀，那时候我也像这样走在街上，眼巴巴地望着别的女人啊！”我骂道：“灌完猫尿就发骚，回去喝点醋醒醒酒啊！”王大力解释说：“酒不醉人人自醉嘛。哎呀，杨子，你说我是不是大大的失策呀？早知道应该去泡低年级的女生啊！
在咱们系这个资源匮乏的矿上争个头破血流，还不如去人家的富矿上碰碰运气。学长在学妹面前都是自带光环的，后悔啊后悔啊！我笑道：“哼，现在也来得及啊，你上去碰碰运气呗。”王大力一秒就怂了，连连摆手：“今天不行，改天吧。”怂相，我赌10块钱，你死都不敢跟陌生女生搭讪。王大力瞬间中了激将法，谁说我不敢呢？那就上啊，上就上。王大力把肩上醉汉放到马路边上，鼓起勇气朝那帮女生走去。走到一半又退了回来。算了，我心里只有冰心妹妹一个。怂。王大力又开始强词夺理。缘分这种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命中7尺难求一丈，说不定不经意间就有学妹找上门来了。我嘲讽说：“你别找女朋友了，买个香蕉吧。”我俩扶着醉汉回到宿舍楼下，只见楼下站着一个穿着鹅黄色连衣裙、个头娇小的女生，对宿舍门口探头探脑，好像正在等什么人。我开玩笑地说：“真让你说中了，有学妹来找你了。”王大力叹息说：“我又不是校园风云人物，肯定是找你的呀。”话音刚落，女生转过脸，怯怯地问：“请问哪位是宋阳学长啊？”我微微一惊，王大力这个开光嘴还真是找我的。王大力递给我一个单身狗的眼神，对那女生说：“他就是。”女生冲我鞠了个躬，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大3计算机系的骆悠悠，久仰学长大名，幸会幸会。”骆悠悠是个玲珑娇小的萝莉型女生，我见她面有愁色，猜想多半是有求于我，便问道：“有何贵干呢？”骆悠悠拨了拨鬓角头发，怯生生地说：“宋阳学长，我有个同学中邪了，你能不能帮他一把？”我一阵苦笑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不是干这行的，你还是去请个道士来吧。”骆悠悠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学长误会了，我知道学长破过不少案子，是一位了不起的民间神探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同学昨晚玩了个游戏，然后就中邪了，非说自己是一个被谋杀的女人。驱邪又不是我的专长，给我戴高帽子也没用啊。”我淡淡回道：“这事儿我管不了啊，另请高明吧。”说罢，我扶着醉汉往宿舍走去。王大力小声说：“杨子，你咋这么狠心呢？可爱学妹的委托都拒绝啊？”我白了他一眼：“要去你去。”我们走上楼梯，缓步抬上，骆悠悠带着哭腔在后面追赶：“宋阳学长，求你了，除了你没人能帮到他。”我本来不打算理会的，岂料王大力竟然多嘴说了一句：“他答应了，马上下来。”骆悠悠激动地破涕为笑：“谢谢学长。”我瞪了王大力一眼，用嘴型骂了一句脏话。王大力搔着脑袋说：“就当是帮兄弟一个忙嘛，你先应承下来，待会儿看我发挥就 OK 了。”我无力地说：“我今晚约好跟老姚一起开黑的，放他一回鸽子又怎么样啊？大不了你回头赔他一张果照就是了。”我叹息一声，回去把老大老二安置好。王大力怕自己嘴中有酒味，还嚼几颗益达，一边下楼一边整理衣服，问我：“你看我脸上有桃花运吗？”有没有桃花我不知道，但是有一根鼻毛露在外面。真的啊？我赶紧回去捡喽。我一把拽住他：“逗你的，还当真了。”这一次是王大力挑的事情。下楼见到骆悠悠，我啥也不说，让他发挥。王大力一本正经地说：“骆学妹啊，能详细说说事情经过吗？”骆悠悠反问了一句：“
学长听说过四角游戏吗？所谓的四角游戏是一种灵异游戏。午夜时分，4个人站在长方形的空房间里，关掉所有的灯。4人各自站在一面墙角之下，面朝墙角，绝不允许回头看。游戏开始之后，其中一个人逆时针或者顺时针的朝一个方向走去，轻拍一下第2个人的肩膀，并留在这个角落。4个人不断重复这个动作。据说玩着玩着会出现第5个人拍其中某人肩膀，这就意味着把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召唤出来了。陆悠悠说，昨晚他们班上2个男生2个女生在一间教室玩这个游戏，虽然现场气氛十分恐怖，但是并没有出现第5只手。结果游戏快结束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男生叫了一声，倒在地上，众人连忙打开灯，掐人中把他弄醒之后，男生的眼神变得特别阴柔陌生，并且学着女人一样的姿势撩起头发，幽怨地说，我死得好惨。大家当时都吓呆了，可是那个男生不像是开玩笑啊。今天他也没来上课，听他室友说症状一直没有好转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室友都吓得不敢在宿舍里面待，大家不敢把这事儿告诉老师，到时候4人肯定要受到处分的。想来想去实在没辙，于是就来找我帮忙。我忍不住问，为什么要玩这种灵异游戏啊？陆悠悠低着头说，请灵。请灵干什么？学长知道夏沫学姐吗？听到这名字我愣了一下，原来夏沫生前还是一个学霸，他们马上要考6级了，可是4人英语成绩都是很差。听外班同学说，上次4级考试的时候，有人用笔仙的方式请到夏沫学姐来代考，顺利通过，于是他们就突发奇想，结果搞出这种意外来。我听完之后一阵苦笑，你们这帮小孩子脑洞也太大了，请灵代考，且不说是真是假，万一请来的是厉鬼该怎么办呢？陆悠悠低着头，十分委屈地说，我知道错了，不该用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。话又说回来，夏沫学姐的亡灵去年就被我和黄小桃超度了，也不知道那位同学是怎么成功的，或许只是一种自我暗示而已，并没有真的成功。我们来到他们班的男生宿舍楼，走进一个房间时，就听见里面有个尖细的女生在说话。开什么玩笑，陆悠悠要是能把宋阳请来，我李美静的信就倒过来写。我们来到门口，看见一男一女正在里面说话，听见脚步声，女生转过脸，眼睛瞪得老大。宋阳学长，哇，真的是宋阳学长。王大力用胳膊肘碰碰我，小声说，杨子，你现在大名远扬啊。我虎着脸埋怨，是谁在外面乱传的呀？骆悠悠跟我们介绍了一下，女生叫李美静，男生叫张成，出事那位叫丁旭，现在正躺在床上睡觉呢，折腾了一天了，这会儿终于消停下来。李美静激动坏了，又搬椅子又倒水，还叫张成拿出一包中华烟给我们抽，我连说不用。李美静连珠炮似的发问，宋阳学长，学校里面说你背景深厚，祖上几代都是当仵作的，是真的吗？你找工作了吗？毕业以后是不是去当警察呀？能不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，你交女朋友了吗？旁边的张成脸色有些不太好看，看起来这俩好像是一对情侣。我快被他烦死了。陆悠悠在旁边抽他的袖子，小声提醒他注意一点，但李美静语速太快，谁都插不进去话。好不容易逮到一个插话的机会，我连忙说，同学，我先办正事，私人问题待会儿再问好吗？李美静吐吐舌头，好的好的，不打搅学长，我能不能再多问一个问题啊？
张成不耐烦地说：“美静啊，你别老烦学长啊。”李美静满不在乎地哼了一声：“我才问了几个问题嘛，学长都没嫌我烦，就你事多，对吧，学长？”我仰天长叹呐，这女生也是个极品呐。正说话间，突然床上传来一个幽怨的声音：“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吃我的尸体，滚开！你们这些恶心的蛆！”屋子里虽然有6个人，但乍一听到这样的声音还是怪瘆人的。我听过谎话无数，这段话中透露出的绝望和悲伤却是自然而发的，不像是在演戏。张成猛地一拍床板就说：“丁旭，怎么又发起疯来了？快起来，看我们把谁请来了。”床上男生坐起来，他是一个5大3粗的男生，身体略微发胖，可是眼神动作活脱脱是个女子，看起来特别别扭。他的视线一对上我，突然用手遮挡脸部，大声尖叫起来：“滚出去，滚出去！你身上的气好热！”陆悠悠小声说：“学长别见怪，他对谁都不客气，下午还把宋管员吼出去了。”我点点头说：“大家可以回避一下吗？我想单独问他几个问题。”众人交换了一下视线。王大力问道：“包括我吗？”“是的。”4人离开了，瞬间将宿舍门带上。丁旭瑟瑟发抖地拥着被子，缩在床上一角，用充满畏惧的眼神看着我。从理智上来说，我并不相信附身这种事情。其实被鬼神附身往往是受到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，不自觉地扮演某角色。我爷爷早年四处闯荡，在东北遇到过一个被狐仙附身的村姑，家里请了不少的巫婆神汉都没有辙。因为那时候我爷爷和公安机关合作，村民觉得他身上带着一股黄气，于是病急乱投医，把他请来了。我爷爷在屋里简单调查了一下，突然把灶台上的煤油灯推进柴堆里，村姑立马从床上跳起来去灭火，因为柴堆下面藏了他的私房钱。我爷爷趁热打铁开导几句，他的疯病一下子就好了。这是什么原理呢？因为假如他的意识是狐仙，不可能知道村姑的私房钱藏在哪儿，这就证明他其实没有被附身，仅仅是因为与公婆关系不好，怨气长期积压在心里，借狐仙附身来发泄不满。我决定效仿爷爷的手法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。他既然说自己是一个惨死的女人，我就顺着这个话头去追问，逼他露出破绽，然后自我认知瓦解。我盯着丁旭的眼睛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尖叫一声：“你滚出去！我不想和你说话！”我毫不示弱地说：“你要是不配合，我今晚就在这里住下了。”丁旭咬了一下嘴唇，伸手撩了一下鬓角的头发，可他明明是短发。片刻之后，他幽怨地说：“我叫邱晚霞，今年24岁，是一名酒店服务员。”我继续追问：“你怎么死的？”他低着头回答：“被人害死的。”“哪一年？是谁？”丁旭捂着耳朵尖叫起来：“不要逼我回想那件事情，求你了！”我针锋相对地说：“你想申冤吗？说出来，我能帮你。”丁旭的嘴唇哆嗦着，犹豫了许久，目光才变得坚定起来。“我不想申冤，只想早日投胎。虽然是他害死了我，但我还是爱他的。”“我可以送你去投胎，但你得配合我。害死你的人是谁？”“霸道哥哥。”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他脸颊还红了一下，就像一个娇羞的少女。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脸上仍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“真名叫什么？”“我不知道。”“
徐总叫我去给他当情人。霸道哥哥又帅气又霸道又有钱，我不自觉就爱上了他。他说要娶我，一辈子对我好。后来他知道我是个间谍，就杀了我。那晚我死得好惨。说着，丁旭又捂着脸嘤嘤地哭了起来。我脸颊一阵抽搐，故事编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啊，写部玛丽苏小说都够了。我咳了一声，继续追问：你是哪一年死的？他不加思索地回答：人民币加入 SDR 的那年。那天霸道哥哥很高兴，还开了一瓶拉菲庆祝，我们喝醉了，在办公室干了起来。说着，他两颊浮现一抹焦红，慢慢将手伸向下面，好像在回味那一夜春情。我记得那是2015年的新闻，加入 SDR 就意味着人民币有世界流通权，对生意人意义重大，对普通人来说呢，可能还比不上那年申办冬奥会成功的消息重大。我打断他说：那就是2015年。你死那天穿的什么衣服？香奈儿桃红色针织衫，李维斯白色牛仔裤，一双白色古奇运动鞋，挎着他送我的纪梵希包包，头上扎了一个蝴蝶结。他一口气说出来，神情自然而然，完全不像在撒谎。但是我捕捉到了一个矛盾，这身行头是春装对吧？是的。他冷笑一声。我冷笑一声说：人民币加入 SDR 是12月的事情，那天你们俩还滚了床单，可你在春天就死了，难道他在奸尸不成？我以为这个 bug 足以敲山震虎，但是他表情非常自然地回答：是春装没错，因为我在室内没必要穿羽绒服，他的办公室有地暖。我承认他答得很自然，顺着话茬继续往下问：哪家公司？丁旭娇笑了一下，惺惺作态地说：哼，就不告诉你。我在心中骂了一句，还挺警觉，于是继续问：能不能描述一下你的死亡过程呢？丁旭突然神情惶恐，用被子捂着胸口，瑟瑟发抖地说：他那天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，大声骂我是骗子，把我踢倒在地，踢了我很久，拿红酒灌了我的鼻子，鼻子里全是血和酒的味道，眼前一片红红的。他又用一把剪刀剪开我的肚子，把一窝仓鼠塞进我的子宫里，他怕我死掉，还给我注射毒品。我感觉不到疼了，但是能够感觉到那窝老鼠在子宫里钻来钻去，钻来钻去的。我被迷迷糊糊带到一个荒凉地方，像个傀儡一样躺在地上，看他一下一下地挖着土，然后他揪着我的头发，一边骂我是个婊子，一边把我推下车扔进坑里，把我活埋了。如此清晰的死亡过程，听得我都感觉脊背发寒。我又问道：凶手为什么要往你肚子里塞老鼠？有什么特殊含义吗？他说：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生育能力，知道我怀的孩子不是他的，所以才用这种手段折磨我。问道：那孩子是谁的？丁旭捂着肚子说：徐总的，但我并不爱他，他只是拿我当工具，当玩物。我又问：徐总又是谁？我只知道他姓徐，是他把我安排到霸道哥哥身边当间谍的。我眉头紧锁，对方说的一切完全滴水不漏，无懈可击，连我都有点束手无策了。眼下只剩下一个办法，击溃他的幻想。我冷冷地说：带我去找你的尸体。我打开门，正在外面偷听的4人差点摔进来。李美静赞不绝口地说：宋阳学长，
你太厉害了，他跟我们呢就是一个装疯卖傻，在你面前说这么多话，你简直是阴阳两界通吃嘛。我随口敷衍了一句，对王大力说：“去拿我的工具，看上你的车准备出发了。”王大力一头黑线：“杨子，你真要去啊？一个疯子的话还当真呢？”然后冲我挤眉弄眼，悄悄用手指指骆悠悠。我知道他今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驱邪是假，接近学妹是真的。但我从来不喜欢半途而废，既然话都说了，去看看也是无妨。而且我隐约有种预感，这事儿不简单，万一真的发现尸体呢？我说：“哪那么多废话，快去！”李美静一脸花痴地眨着眼睛：“哇塞，宋阳学长好霸气啊！”我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三人打算一起去看看，这时丁旭从床上下来了，他下半身竟然穿着一条花裙子，露着2条毛茸茸的大腿，看得别提多别扭了。张成骂道：“你把裙子换了，这样出门叫人笑话。”丁旭一阵扭捏作态：“不，我生前就喜欢穿裙子。”我劝解说：“你别忘了，现在你在别人身体里，你这个样子被人当作神经病抓起来，你跟身体的主人都要受罪的。”丁旭这才放弃坚持，去卫生间换了一条裤子。我趁机拿起丁旭放在桌上的手机翻了一下，这小子平时也看网文，但并没有涉猎过什么霸道总裁玛丽苏小说。等丁旭换完衣服，王大力打电话叫我们去校外。路上李美静又叽叽喳喳地问了不少问题，搞得我头都大了。我们6个人不太好坐车，王大力提议骆悠悠、丁旭跟我坐一辆车，李美静、张成打辆出租车在后面跟着。李美静起初不乐意，非要跟我们在一起。我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还有几个问题要单独问一下骆悠悠。”他这才同意了。我有个毛线问题要问呢，完全是为了给王大力制造机会的。骆悠悠跟王大力坐前面，我和丁旭坐后排。一路上，王大力跟骆悠悠各种吹嘘，丁旭望着窗外发呆，时不时指点一下路怎么走。车越开越荒凉，渐渐到了郊区附近，四周一片漆黑。王大力问：“同学，你确定你的葬身之处在这里吗？”丁旭不理会，十分高冷地驼着下巴。王大力向我投来询问的视线，我说：“照他说的方向开就是了，回去的时候我给你加一次油。”王大力望着窗外犹豫说：“不是，我倒不是心疼汽油。”又走了半个多钟头，后面出租车停了下来，我们也停车。李美静跳下来说：“宋阳学长，司机不肯载我们了，说再往前就出城了。”王大力看了一眼 GPS， 这都快到义山县了，我们今晚别想回学校了。丁旭听到这句话，突然坐直身体，眼瞅着窗外，好像就在这一边。我挥了挥手，下车找。我们下车步行，路两边全都是荒郊野地。丁旭像梦游一样走在前面，转溜半天，突然往回走。李美静不耐烦地骂道：“丁胖子，你耍我们呢？过2天就考试了，我们抽出宝贵的复习时间来陪你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准数啊？”丁旭咬着手指：“我当时是被人一路拖过来的，记不太清了。”我耐心地问：“周围有什么标志性的建筑吗？”他摇头。李美静的泼妇嗓门又响了起来：“要不这样吧，我们拖着你，帮你回忆一下，这种装疯卖傻的症状跟我们老家扒光衣服拿柳条子沾上盐水抽，一下子就好了。”骆悠悠拉着他的衣服说：“美静，你少说2句吧。”李美静挥开他的手：“凭什么不让说呀？许他任性胡来，耽误我们大家的时间，还不让我说了。”这时候我冲他吼道：“闭嘴！”李美静吓得瞪大双眼，立即闭上嘴，顿时感觉耳根清净不少。丁旭悠悠地问：“
我可以从路边再找一次吗？我点点头，可以，到天亮我都奉陪，但是你必须给我找到。丁旭走到路边，左右张望，朝一个方向走，突然蹲下来抱着脑袋，我想不起来了。王大力低声说：“根本就没有什么尸体吧？”丁旭大声反驳：“我就死在这里，我100%确定。当时有个路牌写着距离义山县50公里，就是前面那个。”虽然他的眼神无比坚定，可是就连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。我耐下性子问道：“还记得当时看见什么、听见什么、闻见什么了吗？什么线索都行。”丁旭咬着嘴唇说：“远处有狗叫，许多狗，还有粪便的臭味，好像是牛粪。我死的时候旁边有几棵白桦树。”附近确实有白桦树，远处也能听见狗叫。李美竟忍不住插了一句嘴：“他现编的，之前怎么不说？”我盯着丁旭，严肃地说：“我们沿着林子边缘找。”李美竟张成脸上流露出几分不耐烦的神色，向丁旭投去责备的眼神。我们散开寻找了一会儿，我从中间一直走到林子尽头，也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。一回头发现丁旭正蹲在一个地方，我过去问他：“发现什么了？”丁旭突然捂着脸哭起来，把我吓了一跳。哭了一会儿，他的语调恢复了正常：“对不起学长，我骗了你，我根本就没有被附身。”这个结果反倒令我有些失望。我打电话叫其他人回来，会合之后，李美静把丁旭好好数落了一顿。王大力松了口气：“哎呀，没事就好，你肯定是考试压力太大，精神出了点问题。”我叹息说：“咱们回去吧。”往回走的时候，洛悠悠拉了一下我的衣服：“学长，你不觉得丁旭的动作有点奇怪吗？”“怎么了？”洛悠悠用手指了指：“你看他走路的姿势。”我往前一看，丁旭走路姿势的确有些扭捏，不自觉地抬一下脚跟，那是只有长期穿高跟鞋的女性才会有习惯性的动作，他一个5大3粗的汉子是学不来的。我突然有了一个猜想，会不会是他发现了什么，却故意装作没发现？我猛地吼了一声：“邱晚霞！”丁旭突然站住，下意识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很快又别过头去。果然事情没这么简单，他仍然是邱晚霞的意识，却在装作丁旭的样子。但不管怎么装，人对自己的名字是最敏感的。我叫所有人都停下，回丁旭刚才待过的地方检查。丁旭神情大变：“我都说了是骗你们的，你们怎么还不相信呢？我向你赔礼道歉还不行吗？”李美静也说：“这都9点多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，不然宿舍该关门了。”我皱着眉头说：“不确认一下我不放心，给我5分钟。”说完，快速跑回刚才那个地方，发现地上有手指刨过的痕迹。我抹去上面的浮土，竟然看见了一条破破烂烂的裙子。我确定土里露出来的是一条裙子，而不是破布什么的，因为上面有条清晰的缝合线。几人都吓呆了，李美静都禁不住舌头打结：“学长，这下面这真的是尸体吗？”我叫王大力把手提袋拿来，从里面取出一个刷子。王大力说：“那刷子刷多慢呢？我车上有个小铲子，给您取来。你当是挖宝藏啊你！”丁旭突然嚎啕大哭起来，歇斯底里的喊：“别挖，不要再查下去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”我叫王大力和张成控制住他，两人死死按住他。我慢慢地刷去上面一层浮土，那条腐烂的桃红色衣裙渐渐露了出来。
还有一条白骨状的手臂。随着尸体不断的出土，大家个个吓得面色铁青，谁也没有想到我们真的能找到尸体。我转头看向丁旭，他整个人就像泄了气一样跪在地上。我质问道：为什么要骗我们？他瑟瑟发抖地说：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不用你们插手。我掏出手机给黄小桃打了个电话，简短地说有案子，让他赶紧带刑警过来。李美静害怕地说：警察要来啊，我们还要回去复习呢，我可不想卷进杀人案里面。张成也说：学长，那啥，我们就不打搅了。我对这两人有点无语，整个事件是因他们而起的，又是他们自己要来的，现在又要回去。我说：这里荒郊野地的，也没有出租车呀，你们等警察来了坐警车回去吗？李美静不放心地问：警察来了，不要带我们回去录口供吗？警察办事效率没那么低，你们又不是相关人，顶多问2句就完事儿了。大家别说话行了吗？我要开始验尸了。李美静大惊小怪地说：宋阳学长，你就这样验尸啊？你到底是学什么专业的？我狠狠瞪了他一眼，他这才把嘴巴给闭上了。我继续刷去地上的浮土，很快尸身露出大半。死者从头到脚的装扮竟然和丁旭描述的一模一样，浑身都是名牌，质量比较好，所以没有烂光，只是丁旭描述的纪梵希挎包不在尸体身上。死者全身的软组织和皮肉统统烂没了，骨骼完好，仅喉部有轻微的骨裂，从骨盆判断确实是女性。当我掀开腹部的衣料的时候，发现里面有几只老鼠类的残骸，位于子宫的位置。我暗暗称奇，连这个细节都知道，难道丁旭真的是被邱晚霞鬼附身了吗？我叫王大力把听骨木拿来。王大力说：人都烂没了，你能听到什么呀？我冷笑道：知道什么叫骨龄吗？骨龄就是骨骼年龄，通过骨质可以精准地判断年龄。法医用仪器，我则用耳朵。我把听骨木搭在死者脊骨上，用手在胫骨上轻轻地敲打，确定死者年龄为25岁左右。我换了个姿势，掀开衣服上侧往下面看。王大力问道：啥罩杯啊？瞪了他一眼。其实我在看土。如果死者是被活埋窒息而死，会把土粒吸到肺里面，随着身体的腐烂，那些土粒会停留在胸腔里，所以检查过程务必格外小心，不能让外面的土漏进来。但是奇怪的是，胸腔里并没有土，甚至还很干净。死因不是窒息吗？我沉吟说。叫王大力拿验尸伞给我。他说：现在没太阳啊。我环顾周围几人，才想起来所处的环境，叹息了一声。算了，把袋子给我吧。我在袋子里翻了一会儿，找到一瓶试剂，在尸体唯一受伤的地方脖子周围滴了几滴。王大力问我这是什么药水，我解释说是蚂蚁蜜。王大力大惊啊，蚂蚁还会酿蜜啊？其实自然界除了蜜蜂之外，不少昆虫都会酿蜜，只不过不好吃罢了。蚁巢里面有一种蜜蚁，会分泌一种液体供幼蚁食用。这种液体有个特性，它不会被土层吸收，质量够大的时候，它像一层膜一样贴在土上，把一些微小的痕迹呈现出来。这一小瓶是我过年的时候跟孙斌鑫在山上采集的，费了不少功夫。尸体仍然半掩在土层中，就在我和王大力说话的功夫，蚁蜜在尸体脖子周围勾勒出一些花纹，看着像几何图案。王大力惊讶地叫道：哎呀，神秘符号啊，会不会和某个宗教有关呢？我一阵无语，白痴，这是邪印。我转向丁旭，他正跪在地上，双手掩面，
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。我问道：“你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为什么你的脖子上有脚印？当时是有人用力踩住你的脖子，让你窒息而死的，对吗？”一边验尸，一边问死者怎么死的，这种经历真是太古怪了。众人错愕地看向丁旭，他嘴唇哆嗦着说：“我不记得了，当时我已经意识不清。”我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下，丁旭的叙述未必能当作事实。一个人的记忆有偏差，总是会把一些细节删减或者合理化，尤其是事隔2年之久。我扫开尸体颅骨周围的浮土，捡起几根长头发，放在眼前仔细打量，果然又发现一个和他描述不符的地方。头发并没有被拉扯过的痕迹。人的头发可以拉长 1.5 倍，如果用力拉扯，上面的毛鳞会炸开，但是这些头发却比较柔顺。埋尸处距离公路有50米远，这个距离拽着头发一路拖过来，头发能剩下一半就算走运了，所以凶手应该是抱着或者扛着他走过来的。这具尸体光凭肉眼看不出太多细节，必须来一次蒸骨3验。正这样想的时候，王大力喊道：“好像是小桃姐姐他们来了。”我听见车声，但只有一辆车。回头一看，一辆轿车停在路边，上面下来一个人，他站在那里不动，然后有火光闪烁，似乎点了一根烟。王大力害怕地说：“深更半夜跑这里来，该不会是又来一个弃尸的吧？”经他这么一说，气氛一下紧张起来。我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，四周很黑，可是这么远的距离，对方看不见我们。那人抽完一支烟，朝我们的方向径直走来，走到距离我们大约30米时，突然停住，快速往回跑。我意识到此人大有问题，大喊一声站住。刚迈开脚步，丁旭突然从侧面冲了过来，重重把我扑倒在地。就在这一会儿功夫，那辆轿车已经逃之夭夭了。我气得火冒3丈，把丁旭一脚踹开。“你认识那个人，对吗？”丁旭表情古怪地狞笑道：“昨天晚上我托梦给他，他果然来看我了。看来他没有忘记我，他心里还是爱我的。我不许你们抓他！”我真想扇他一个耳光。即便他身体里真的有一个鬼，也是一个贱鬼。一想到刚刚跑掉的竟然是凶手，我就懊悔的不行。立刻给黄小桃拨了个电话，叫他来的路上密切注意一辆黑色保时捷，此人极有可能是凶手。黄小桃惊讶地说：“你小子越来越能干了，才一会儿功夫连凶手都找到了，佩服佩服。”我苦笑了一声，电话里解释不清。要是黄小桃知道死者本人阻拦我追赶凶手的话，不得更加吃惊吗？我刚刚挂断电话，丁旭突然朝那人经过的方向跑了过去。王大力纳闷地说：“这小子又发什么神经啊？”我爆了一句粗口：“他想把脚印毁掉。”果然丁旭跑到那里，使劲拿脚蹭，一边蹭一边尖着嗓子喊：“我不需要你们插手我的事情！”我气得快冒烟了，对王大力做了一个伸手要烟的动作。王大力这小子最近也开始抽烟，他愣了一下，递给我一根红塔山。脚印是没啥指望了，我快速跑到马路上，把手里烟一折扔在地上，故意的说：“哈，有烟头！”丁旭果然像狗一样窜了过来，把烟头捡起来就往嘴里塞。我从容转身，将那人留下的烟头捡起来塞进口袋里。我冷冷地问他：“烟头好吃吗？”丁旭瞪我一眼，嘴里还在拼命地嚼。我冷笑说：“邱小姐，你的性格还真是反复无常啊。之前说自己死得惨，现在又处处袒护凶手。”丁旭哽着喉咙把烟头吞下去，像泼妇一样地说：“我死得惨不代表我想报仇，虽然他杀了我，但他是真心爱我的。反正我已经死了，
不想再把他搭进去。李美静走了过来，厌恶地说：“太下贱了，简直是贱骨头。”丁旭暴跳起来，尖叫道：“我撕了你的嘴！”他突然冲过去，把李美静扑倒在地。李美静吓得尖叫起来，拼命挣扎反抗。张成见状，赶紧跑过来把他拽开。然而丁旭力气极大，最后我和王大力上去帮忙，才把他制服了。被按在地上的丁旭突然使劲拿脸撞地，撞得鼻子不停流血。他面目狰狞地笑道：“你们再插下去，我就弄死这个男生，看是谁的责任。”“你够了！”我暴吼了一声，双手按住他的额头，念起宋家的驱邪咒。驱邪咒竟然发挥作用了。丁旭直翻白眼，浑身抽搐。等我念完，他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小帅哥，你的咒语不灵吗？”我以狠心咬破自己的中指，在他额头上点了一下。丁旭就像被烙铁烫了一下似的，身体猛地跳起来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捂着额头拼命打滚，尖叫着：“烫烫烫死了！”这一幕我们都吓呆了。王大力问：“杨子，你啥时候学的法术啊？”“我哪学过法术啊，瞎弄的而已。”九哥不是曾经说过，我身上的阳气比一般人重。丁旭滚了一身是土，然后瘫软在地上不动了。我过去一探鼻息，竟然是昏迷过去了。我感觉一阵无力呀，怎么会遇上这种奇葩事情？王大力小声建议说：“要不要给九哥打个电话呀？”我摇了摇头。一方面是自尊心作祟，我不想遇到什么离奇事件都找那个阴武商人。再说人家才刚离开南疆市，我觉得我能搞定。再一个，丁旭被附身这件事情，我仍然是心存疑惑的。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装神弄鬼。这时候骆悠悠走了过来，对我说：“学长，真是对不起，害你卷进这种事情里，我本来以为没什么的。”我正要开口，王大力替我说：“哎呀，不必自责了，破案对我们来说呢是家常便饭。杨子没案子就浑身难受，你这是帮他。”骆悠悠眼巴巴地看着我：“是这样吗？”我也不好否认呢，这案子确实勾起我的好奇心，便点了点头：“差不多吧。”身后传来一阵警笛声，我怕警车把车轮印给破坏了，赶紧跑到路边把车拦了下来。黄小桃从车上停下来，问道：“你是怎么找到这鸟不拉屎地方的呀？”我说：“死者亲口告诉我，并且亲自带我来的，你信吗？对了，路上劫到那辆车了吗？”黄小桃摇头，那人如果真是凶手的话，肯定做贼心虚，远远看见警车开过来就朝小路跑了。我叫黄小桃把地上的轮胎印拍个照片，然后将整件事情简明扼要地说了一遍。听完之后，黄小桃一脸惊讶。我苦笑说：“别说是你，我都有点不敢相信。”警察们开始干活，我怕丁旭醒了之后又要自残，叫黄小桃把他带回去严加看守。警方对3名学生简单录了一下口供，然后派一辆警车送他们回学校。走的时候，骆悠悠对我说：“学长，今天晚上真是太麻烦你了，我有个小小的请求，能不能加一下你的微信，以后有问题好请教啊？”我拒绝说：“我马上就要毕业了，而且又不是一个专业的，有什么好请教的？”骆悠悠脸红地说：“这个……对了，谁平时和丁旭关系比较好啊？我想了解一些事情。”骆悠悠回答：“张成跟他是室友。”谢了。骆悠悠向我鞠了一个躬，走了。黄小桃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：“这小学妹看来对你有意思呀。”“把枪给我，我死在你面前自证清白。”黄小桃笑着拍了一下我肩膀：“至于吗？你受人欢迎，姐心里是高兴的。”我过去
叫住正在准备上车的张成，耽误几分钟，问你一个问题：丁旭认识邱晚霞吗？张成摇头。邱晚霞？你说附他身上的鬼啊？应该不认识吧？丁胖子平时交际圈很窄的，我们班的女生他都没怎么说过话，更不要说是校外的女生了。我点点头。好了，没事了。张成不放心地问：丁胖子要被拘留了吗？他会不会被开除啊？不会的，人又不是他杀的，我们只是暂时保护他的人身安全。张成这才松了口气。学长这么说我就放心了，谢谢学长啊。三人坐上警车走了。我问王大力说：要到学妹的微信没有啊？王大力笑嘻嘻地回答：要到了，今晚多亏你助力啊，来 give me 5。我看他记了个账。王大力手机响了一下，他打开一看，立即乐开了花。哟，学妹给我发信息了。看完之后笑容却僵住了，举起手机给我看，原来骆悠悠找他要我的微信。王大力沮丧地抱头走开，让我一个人静静。我开导说：别灰心嘛，又不是没机会。这时候技术组说有一项发现，我和黄小涛一起赶过去。原来他们在死者手中找到了一枚金戒指，从样式上看呢是男士的。黄小涛打开手电筒看了看说：内侧有金店的序列号，这是个重要线索。我说：对了，我这里还有一个烟头。我把那个烟头交给他们，上面有疑犯的指纹和唾液。总体来说，这一次线索很丰富，似乎是开了一个好头了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这案子最后的真相和他最开始呈现的样貌竟然是南辕北辙。这案子是陈年旧案，他不急于一时，但是鉴于丁旭的精神状况，我觉得还是早点审问他比较好，最好今晚就审。现场收拾完毕，王大力招呼我上车，我厚颜无耻地说：给你省点油，我坐黄小涛的车回去。王大力大骂：重色轻友，警队给你配个车有毛意义呀！11点钟，我们来到局里，丁旭在警车上就醒了，闹腾个不停，被2名警察弄下来，手上戴着手铐。黄小桃挥挥手说：手套摘了，他又不是嫌疑人。我阻止说：他可能会自残，先待一会儿吧。我对王大力说：你看看附近有没有关门的服装店，去买一身女孩穿的衣服，再买2面镜子。王大力犹豫说：买一身，那得花多少钱呢？黄小桃说：不用花钱了，我有几件不穿的春夏季服装准备拿去捐了，就放在后备箱里，我去取给你。我叫王大力直接买镜子去吧，然后跟黄小桃进了审讯室里。此刻丁旭正在里面撒泼耍赖，口口声声说我们侵犯人权，要给他的律师打电话。黄小桃隔着单面镜看他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真不敢相信世上有这种事情。我说：眼下还不能断定他就是被死者附身，待会儿我要去验证一下，我们先稳定住他的情绪。我俩进到审讯室里，丁旭抬起下巴，高冷地说道：我又没犯法，凭什么把我抓起来？我警告你们，赶紧把我放了，不然我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我暗暗冷笑，你以为自己是谁呀？还叫我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我用温和的语气说：邱晚霞，我给你带了几件衣服，你可能会喜欢的。我把那袋衣服放在桌子上，丁旭拎起来一看，眼神立即缓和许多。果然女生都喜欢漂亮裙子的，哪怕死了之后。但他嘴上却说：切，
都是什么廉价地摊货，土得要死，跟我的高贵气质完全不搭。黄小涛气得直瞪眼，我摇头示意他不要发作。丁旭叫我们回避一下，他要换衣服。我跟黄小涛装作离开的样子，去隔着单面玻璃偷窥他换衣服的全过程。黄小涛分析说，他穿衣服的动作活脱脱是个女人呐，包括撩头发下意识动作，这个是男生学不出来的。丁旭套上丝袜，穿上连衣裙，像个小姑娘一样转来转去的欣赏自己的倩影。我说，想必生前是个美女吧。这时候王大力跑来，正好看见审讯室里面的丁旭，表情夸张地说，我操，太辣眼睛了，我要自毁双目啊。从他手中拿过镜子，黄小涛问我干嘛用的。我说有一种民间探灵手段叫做镜中镜，用镜子反射镜子的倒影，据说能看穿伪装的东西。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发生了，我也不妨试试民间手段，看看丁旭是真鬼假鬼。我和黄小涛部署了一下，一人拿着一面镜子进去。黄小涛故意问道，小姑娘要照照镜子吗？丁旭连连拍手，好呀好呀。黄小涛举起镜子，我立即在他背后举起另外一面镜子，特意留意了一下角度，让丁旭看不出。然而镜中倒影出的丁旭并没什么特别，我一阵失望。突然一声脆响，黄小涛手中镜子碎了。丁旭责备说，怎么回事，我还没照呢。我把另外一面镜子给丁旭，趁他顾影自怜的时候，小声问黄小涛，看见什么了吗？黄小涛惊恐地说，我好像看见一张女人脸，特别可怕，脸上皮肉全都腐烂了，爬满蛆虫。确定吗？黄小涛揉揉眼睛，摇了摇头，只是一个虚影，也许是我最近没有休息好，刚刚被你的话暗示产生的错觉。我俩准备审问他。丁旭坐下来之后，黄小涛拿出一张表，把他个人信息先登记了一下，然后我说，邱晚霞，咱们现在已经进入侦查程序了，不是你想撤案就能撤的，就算你不说，凶手我们也会缉拿归案，所以你最好还是配合我们。丁旭看着自己的手指，不屑地说，我才不信你们有这个能耐。我开始提问，不出所料，我提到的每个与案件有关的问题，他都不愿意回答，甚至之前说的那些都不愿意再回答了，要么胡搅蛮缠，要么顾左右而言他。黄小涛喝问，邱晚霞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丁旭环抱双手，眼神犀利地盯着我们。不想干嘛，难得回一趟阳间，我只想好好的 shopping 一趟，吃点好吃的，舒舒服服的洗个澡，睡一觉。黄小涛问，你打算占着这个男生的身体不走了是吗？丁旭咧嘴一笑，这个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死过一次，我发现人想过得好就得自私一点，别人的死活关我屁事儿。黄小涛哗啦一声站起来，我以为他要动怒呢，没想到他竟然掏出钱包，把里面所有现金都掏了出来，大概有5000多块。黄小涛说，咱们达成一个协议好吗？我给你钱，让你在阳间好好享受几天，但你不许伤害这个男孩的身体。丁旭嗤之以鼻，这点钱还不够我吃顿饭的。黄小涛说，不够我再给你。丁旭收下钱，算了算了，你们当警察的也不容易，我省着点花吧，我走了。他冲我飞了一个吻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黄小涛叮嘱说，不许跑远，随时电话联系。丁旭回答，知道知道，姐姐你心肠不错，我奉劝你一句，别当警察了，找个有钱男人包养你多好啊。
他走了之后，黄小涛哼了一声，哼，最瞧不起这种被有钱人包养就以为自己多了不起的女人。我知道黄小涛是在以退为进，丁乾不是嫌疑人，拘留他没有什么意义，甚至会起到反效果。我问道：你打算派人监视他们？你说对了，反正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，不如给他充分的自由，没准就会露出马脚，比如偷偷的跑去见他以前的情人。我赞许说：高明。离开审讯室之后，黄小涛立即安排几名警察，让他们24小时盯紧丁旭。他见了什么人，和谁通过话，去过哪家店，都要一五一十的汇报。丁旭这条线索暂时放长线钓大鱼，明天我打算把那具尸骨验一遍。我看天色不早，就和王大力先回学校了。隔日一早，我把王大力叫起来，他揉着惺忪睡眼说：这么早啊，去局里验尸吗？不着急，咱们去丁旭的宿舍走访一下。王大力一下来精神了，咱们要去见可爱的学妹吗？我马上穿好衣服啊。我们俩到食堂随便吃了一点豆浆油条，便来到计算心系的男生宿舍楼。我昨晚一宿都在琢磨这个事情，我始终都倾向于丁旭并没有被鬼附身，而是和邱晚霞之间有联系，倘若能挖出来，对破案会有很大的帮助的。假如九哥遇到这种事情，可能连想都不想就会做场法事来驱邪，但我会去探究背后的原因。倒不是说谁是谁非的问题，世上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，一套认知手段只能在一个领域内发挥作用。就连发现万有引力的牛顿晚年都相信了上帝了。虽然我见识不少超自然现象，但是我本质上仍旧是一个理性客观的人。即使丁旭真的被邱晚霞附身，我也必须弄清楚为什么邱晚霞会找上丁旭而不是别人。我和王大力来到丁旭的宿舍，听见张成正对室友说昨晚的奇遇，看见我们进来，张成赶紧向大家介绍我。其他两人对我露出又敬又畏的目光，不知不觉我已经是个前辈了，不禁感慨无情岁月催人老啊。我解释说，我来就是想调查一下丁旭平时的人际关系。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开了，说丁旭平时有多矬，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，暗恋过一堆女生，但都以失败告终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屌丝。我问道：你们有谁听说过丁旭提到邱晚霞这个名字吗？大家摇头。有一个男生忽然说：有件事情不知道能不能算上线索。我眼睛一亮，说来听听。他说，丁旭2年前有一段时间怪怪的，经常在 QQ 上聊天聊到深夜，有时候对着手机发笑。大家生活在一起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就感觉丁旭可能是又暗恋谁了。不过这早就不是新闻了，他从高中开始就不断的换暗恋对象。那个男生还说有一天晚上，丁旭接到一个电话，什么也不说就走了。第二天回来之后，一个人闷闷的坐了一上午，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我想了想问道：当时是冬天吗？男生回答：是的，我记得是大一快放寒假的时候。果然有内情啊！我一阵振奋。有个小小请求，我想把丁旭的电脑拿到局里调查一下。3人一口答应。学长不用客气，随便调查。于是我把丁旭的电脑主机抱走了。王大力怂恿说：不去女生那边调查一下吗？我骂道：要去你去。王大力一脸失望。没想到刚走到楼下，就看见骆悠悠和2名室友拎着水瓶走在路上。他冲我甜甜一笑：学长好。我点点头：你好啊，早上没课吗？骆悠悠笑盈盈地说：没课，准备去自习室呢。
我用胳膊撞了撞王大力，低声催促说：“抓住机会啊，笨蛋！”王大力说：“我说什么呢？自由发挥就是了，实在不行呢，就把我刚刚问的问题啊，再问他一遍呢。”王大力拍拍我：“好兄弟。”我叮嘱他：“10点在校门口见。”给他制造了绝妙的机会，剩下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我衷心希望他这一次能成。我抱着电脑，自然是找老幺的。老幺还在睡觉，我喊了几遍才把他弄醒。老幺揉着眼睛就说：“哟，小松松啊，我刚刚还梦见你了，难道是美梦成真了吗？”他那渐入骨髓的声音，听多少遍我都受不了。我板着脸说：“找你有正事。”老幺挑着眉毛：“上半身还是下半身的正事啊？”我真后悔没带王大力一起来呀，孤男寡 gay 共处一室，他调戏我起来更加没有顾虑了。我哭笑不得地说：“帮我查点聊天记录呗，我请你吃必胜客好吗？”老幺在床上妖娆地翻了个身，媚眼如酥地说：“人家现在就想要。”我一头冷汗地说：“行，我现在给你叫。”我用手机叫了必胜客外卖，老幺这才从床上下来。他把丁旭的主机接上电源和显示器，麻利地开始操作了。丁旭的 QQ 用的是真人头像，老幺一看跟见鬼似的尖叫起来：“这小胖子是谁呀？长得真丑啊！我对丑人过敏，我不干。”照你这样说，我遇到长得丑的尸体就别验了呗。老幺哼了一声：“哼，除非你喊我一声帅老公，不然我不干。”我顿时抓狂了。老幺眉飞色舞一丢鼠标：“喊不喊？不喊你找别人吧。”我支支吾吾半天，好不容易挤出一个帅字。这时外卖员送来披萨，外卖员还是帅小伙儿。我终于见识到老幺有多没下限了，竟然站在门口调戏外卖员，不留微信号就不给5星好评。谢天谢地，这样一闹，老幺把刚刚那事儿给忘了，一边吃披萨一边开始操作。丁旭 QQ 上保留的聊天记录最早只有1年前的。老幺说道：“这不好弄啊，他的电脑升级过系统，聊天记录都没了。有别的办法吗？比如恢复硬盘数据？”老幺叹息了一声：“聊天记录是保存在服务器里的，我进腾讯的服务器里帮你找吧。能办到吗？”老幺叼着披萨往电脑上插了一个 U 盘，里面是他的黑客软件，然后噼里啪啦操作起来。进腾讯的服务器还用得着黑吗？哼，上次我给自己的英雄联盟账号修改数据的时候，顺手留了一道后门，那帮程序员一直没发现。知道我那些皮肤是怎么来的了吧？要不要我顺便给你充点 Q 币啊？我连连摆手：“不了，谢谢啊。”老幺很快调出一长串的数据，问我想查谁的聊天记录。一个人2年前的聊天记录简直是浩如烟海呀！而且我也不知道邱晚霞的 QQ 号是什么呀，只能把对方的特征告诉老幺了。老幺说：“我慢慢查吧，可能得花点功夫啊，之后再联系你。”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老幺悠悠地说：“小松松，你是不是忘了喊我什么呀？”我吓出一身冷汗，快速回道：“我有急事赶紧走了啊，回头见。”随即逃一般的就逃出这龙潭虎穴呀。